泽连斯基的噩梦。美国、英国可能会很快减少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，这一趋势无法阻止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，泽连斯基政府之所以能够与俄罗斯死扛，甚至扬言不与普京进行谈判，而他的底气源自西方国家的援助，而美国、英国这两个国家又是最积极的。但是随着英国首相换人，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到来，美英都面临着紧缩政策、减少对乌克兰武器援助的问题。这也预示着俄乌冲突有可能迎来转机。在英国方面，新上任首相苏纳克的专业经验是在经济领域，而不是地缘战略领域。他已经承诺要控制公共支出。拜登很可能在10月8日的中期选举中失去对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权。共和党人发誓要减少美国对乌克兰的武器运输。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，在2022年1月24日至10月3日期间，美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价值27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，这在各西方国家中金额数量是最大的。其次是英国，他向乌克兰提供了37.4亿欧元的武器装备援助。在人道主义和财政援助方面，美国是24.7亿欧元，而英国承诺将提供50亿欧元。欧盟机构承诺向基辅提供137亿欧元。总体而言，美英都将承诺将各自 GDP 的0.2%用于支持乌克兰。在苏纳克上台后，拜登与他进行了通话，两人一致认为必须共同努力支持乌克兰，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态度。苏纳克的声明在削减开支后能否幸存下来尚不清楚。英国财政大臣需要找到至少400亿英镑来填补英国公共财政的巨大漏洞。拜登的援助也是在打嘴炮。共和党的众院领袖麦卡锡表示，我认为人们将陷入衰退，他们不会给乌克兰开一张空白支票。如果美英都靠不住，乌克兰最大的武器支持者就会变为波兰。波兰正在创纪录地从韩国采购数百辆坦克和自行火炮，以及数十架喷气式教练战斗机。有了新武器，华沙可以向基辅运送大量旧的库存武器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如果美国和英国开始减少对乌克兰的装备援助，那么是否意味着俄乌冲突将迎来和平曙光呢？还不能这么说。首先，美英就算减少对乌克兰援助，也不可能全部停止，在短时间内不会对俄乌冲突造成本质性的影响。只能说泽连斯基政府的压力会不断增加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美英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，乌克兰也可能会出现财政困难和战争困境的情况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才有可能与普京坐下来谈。这个时间节点恐怕要在几个月之后了。其次，美英更可能会加大压力，要求欧洲国家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，从而导致双方的裂痕加深。但是基于西方政坛反俄就是政治正确的现实，乌克兰仍有希望持续获得援助和支持。我们不能小看欧洲国家在反俄问题上的决心，这从抛弃俄罗斯天然气的情况就能看出来。最后，美英是否会继续大力援助乌克兰，更关键的还要取决于乌克兰军队的表现。如果乌军在战场上再打出一次大胜仗，那么英国和美国都可能维持对乌克兰的援助，或者说还有可能加大赌注。总体来看，美英都存在着减少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可能，但是对俄乌冲突的影响或许还要在几个月以后才能呈现。随着欧洲天然气供应危机的缓和，乌军又在战场上获得了局部主动权，整个西方社会继续支持乌军作战的可能性较大，而他们在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的裂痕呢，也会进一步加大。对普京来说，坚持战斗到底，就能看到胜利的曙光，而这一天呢，估计不会太遥远了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